你以为只要找到了那个所谓的人生意义，焦虑就会像晨雾一样散去。于是你像囤积生存物资一样囤积书籍，像搜寻猎物一样搜寻导师。你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那个答案，但悖论在于，你越是用力寻找，内心的那个黑洞反而扩大得越快。直到某个晚上，你躺在床上，听着自己的心跳，一个令人战栗的念头突然击中了你。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，请记住这一刻的震颤。你的虚无感不是因为你迷路了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看清了地图的真相。生命原本就是一片没有路标的荒原。阿尔贝·加缪早就警告过我们，生命的本质是荒诞，让保罗·萨特则更为激进。他说，你每一次试图寻找一个现成的意义，其实都是在逃避自己创造意义的责任。2026年，当 AI 让职业变得像流沙一样不稳定，当原本坚固的社会契约开始瓦解，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直面这个真相。今天Skylar 不给你灌输廉价的危机，我们要一起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危机。为什么我们懂得那么多道理，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？以及当寻找这条路走不通时，我们该如何开始建造？我们先从一种感觉说起。维克多·弗兰克尔在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中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：存在性真空。这是什么意义呢？我们要把它掘碎了看。想象一种奇怪的饥饿感，你刚刚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，胃是撑的，但你依然觉得那种不是生理上的，而是心理上的。你试图往这个空洞里填东西，更昂贵的车，更完美的伴侣，更高的职位。你就像一个疯狂的装修工，往一间没有地基的房子里搬运昂贵的家具。无论你搬进去多少东西，因为没有地基，家具都会陷进泥土里消失不见。这就是存在性真空。只要没有意义作为地基，所有的快乐和成就都会被虚无吞噬。弗兰克尔发现，这种真空在现代社会演化出了3种典型症状，你一定在自己身上见过。第一点，周日神经症，周一到周五，你像上了发条的玩偶，忙碌掩盖了一切，但到了周日下午，当工作暂停，那种巨大的空虚感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。你手里拿着遥控器或者手机，不停地切换频道，刷新页面。你不是在找内容，你是在制造噪音，安好让自己听不见内心的回声。第二点，伪装的忙碌。你见过那种在跑步机上还要回邮件的人吗？或者在旅行时还要时刻盯着股市的人。他们不敢停下来，因为一旦停下，那个可怕的问题就会追上他们。我这么拼命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第三点，麻醉性成瘾。酒精、游戏、短视频本质上都是止痛药，它们不能解决问题，但能让你暂时忘记生命没有意义。这个剧痛，2026年的今天，这种真空正在急剧膨胀。以前，你的身份是固定的，你是谁的儿子，谁的父亲，哪个村庄的铁匠。现在你只是算法里的一个数据点，公司架构图里一个随时可被替换的方块。你的虚无感不是你病了，而是支撑人类几千年的一脚手架塌了。面对这种坍塌，人性本能的会启动防御机制。我们需要看清这些机制，因为它们极其狡猾。一、逃避的诱惑，把自己变成物件。当面对我该怎么活这个巨大的自由时，我们会恐慌。于是最简单的办法是假装自己没有选择，就像一个不想负责任的演员，把剧本扔给导演说，你告诉我怎么演，我就怎么演。你在生活中会说，没办法，为了房贷我必须做这份讨厌的工作，没办法，到了年纪我必须结婚。萨特把这叫做自欺。问你把自己降格为一个物件，一个工具，因为工具不需要为自己负责，工具只需要好用，但这是一种致命的自我麻醉。你逃避了选择的焦虑，但也交出了生命的控制权。二、对确定性的贪婪饮鸩止渴，因为无法忍受未知的焦虑。
我们渴望任何形式的确定性。这就是为什么极端的教条、阴谋论或者30天财富自由的课程如此迷人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海上漂流，极度渴望陆地，哪怕他看到的是海市蜃楼，甚至是礁石，他也会不顾一切地游过去。因为有一个错误的答案，甚至比没有答案更让人心安。但人性不只有阴影，还有光辉。3. 创造的潜能。点石成金。当我们不再等待别人给我们剧本，奇迹才会发生。想象你在深夜照顾生病的朋友，或者全神贯注地修理一件旧家具。那一刻，你没有问这有什么收益，你也没有问这有什么意义，你只是在做。就在那个全情投入的瞬间，意义就像火花一样，从行动的摩擦中迸发了出来。萨特说，存在先于本质意，就是你不是像一把椅子那样，先有了图纸才被造出来，你是先被扔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通过你的一举一动，自己画出了那张图纸。也许我们一直问错了问题，我们像一群迷路的孩子，哭着问宇宙，我的糖果在哪里？但加缪会冷冷地告诉你，宇宙没有糖果，宇宙是沉默的。这就是荒诞。加缪用西西弗的神话来解释这种处境。西西弗被惩罚把巨石推上山，快到山顶时石头滚落，周而复始。这听起来很绝望，不，让我们把它放在现代场景里看。想象你是一个每天朝9晚5的职员，你做完一个项目，下周还有新的项目，你解决一个 bug， 明天还有新的 bug。 你的工作似乎也是一种永恒的徒劳。如果西西弗期待的是把石头推上去，我就解脱了，那他就是地狱里最痛苦的人。但如果西西弗改变了看法呢？如果他对自己说，我知道这块石头会滚下去，但我喜欢推石头时肌肉紧绷的感觉，我喜欢山顶的风，我喜欢我自己这种不服输的姿态，那一刻他就不再是受害者，而是英雄。加缪说，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是快乐的，意义不在于石头停在山顶的结果，而在于你推石头的姿势和过程。你可能会说 Skylar， 道理我都懂，但我还是做不到。这是因为你的潜意识建立了一套防御系统，能像防火墙一样阻挡了真相。除了前面说的自欺，还有一个更隐蔽的机制，也就是你们常听到的投射，尤其是投射性认同，这才是导致空虚和关系破裂的元凶。我们来具体拆解这个机制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些你无法面对的东西，比如软弱或无能感。这些感觉就像是你吃下去的腐坏食物，让你反胃恶心。潜意识为了保护你，决定把这些呕吐物排出去。怎么排？他会寻找一个接受者，通常是你最亲近的人。具体的剧本是这样的，你不能接受自己的软弱，于是你在潜意识里把这份软弱打包，扔到了伴侣身上。你会开始挑剔他，你怎么这么优柔寡断？你怎么这么没用？你不断的指责，直到他真的开始怀疑自己，真的表现得优柔寡断。这时候你看着他说，看吧，你果然是个软弱的人。在这一瞬间，你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心理排泄，你通过攻击对方身上的软弱，成功的把自己内心的软弱外包了出去。你感到了一阵轻松，甚至一种虚幻的优越感，但代价是你的关系毁了，而且你永远没有机会真正面对和治愈自己的软弱。关于亲密关系中投射的机制，我在上一期内容你成了他内心剧场的演员中就详细讲述了，你可以看看。好了，我们继续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时代感到虚空。我们通过工作狂来逃避思考，我们通过指责社会和他人来逃避责任，我们把自己变成了只会执行命令的机器。这些防御机制就像止痛药，偶尔吃一颗能救急，但如果把它当饭吃，它会毁了你的免疫系统。当2026年的风暴来临，那些依赖止痛药的人会最先倒下。这不仅仅是心理学，更是生物学。即使在显微镜下，
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危机。你的大脑里有一个古老的奖赏中心，而在原始社会，这个系统的逻辑很简单，从猎到一头鹿感觉有利于部落生存，于是大脑分泌多巴胺，然后你感到了意义。这是一种及时的清晰的反馈回路。但在现代社会，这个回路断了。你坐在电脑前敲击键盘，你不知道你敲出的代码最终服务了谁，你做出的 PPT 可能根本没人看。你的大脑困惑了，我付出了劳动，但我的路在哪里？我的部落在哪里？长期缺乏这种正向反馈，大脑的奖赏系统就会枯萎。这就像一个人长期吃没有任何营养的填充物，肚子是饱的，但细胞在挨饿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大城市里，明明周围都是人，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意义。最后，我们把视角拉高，看看社会学家齐格蒙特·鲍曼的诊断。他把我们这个时代称为液态现代性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想象你的祖辈生活在固态世界，他们的生活像是在岩石上刻字，职业是终身的，婚姻是一辈子的，邻居是几十年的老交情，虽然沉重但坚固。而你的生活是在流沙上盖房子，你在大厂工作，但知道自己35岁可能会被优化。你谈恋爱，但潜意识里觉得下一个可能更好。你买最新的消费品，因为你想通过消费来确定我是谁。这种流动性带来了巨大的自由，也带来了巨大的恐慌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。既然一切都是临时的，谁还愿意付出真心？如果你在流沙上投入真感情，你可能会受伤。所以大家都选择浅尝辄止，选择假装，结果就是我们都变成了戴着面具的孤独者。我们在朋友圈里互相点赞，却在现实中不敢对视。我说了这么多，出路在哪里？ Skylar 要告诉你，停止寻找现成的诺亚方舟，开始造你自己的独木舟。第一步，承认我不知道。当你感到虚无时，不要急着刷手机，不要急着找答案，试着在这个虚无里坐一会儿，对自己说，我现在确实不知道意义在哪里。这没关系，这种诚实是你重建地基的第一块砖。第二步，具体的投入，不要去想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意义，去找一件具体的手边的事，比如好好的做一顿饭，感受洋葱在刀下的脆裂感，好好的听朋友说话，看着他的眼睛而不是手机。意义不是远方的灯塔，而是你脚下的路灯，它只照亮你迈出的这一步。第三步，建立真实的连接，试着像一个人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展示你的脆弱。当你不再把软弱投射出去，而是把它捧在手心里说，看，这是我的软弱，你也一样吗？那一刻，原本隔绝的孤岛就连成了大陆。2026年，也许外部世界依然混乱，依然荒诞，但正如加缪所说，在隆冬，我终于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。不要等意义降临去行动，去爱，去推那块石头，就在你推石头的那个瞬间悄然降临。如果这期视频像一把手术刀刺痛了你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为了逃避虚无，你曾做过最荒诞的忙碌是什么？下期我们将进入更深的领域。当一个人决定不再自欺，他具体该如何一步步重塑自己的精神秩序？ Skylar 会给你一套可执行的存在主义心理急救包。我是 Skylar， 去推你的石头吧。我们下期见。